江蘇連雲港挖出一座2000年的漢代古墓，古墓中女屍保存完好，皮膚光滑柔軟有彈性，但在古墓中發現的銅製龜鈕印章和2號古墓上蓋板所顯示的東宮2字，讓專家始終找不到方向，更無法確認墓主人真實身份。那麼這座2郭4關的大型漢墓將給世人留下怎樣的疑問呢？那不是腿嗎？棺木裡竟然出現了一條腿。那麼墓主人林慧萍是什麼身份，又是怎樣身亡的？為了尋找到答案，考古專家經過探討和研究，終於在歷史博物館找到了蛛絲馬跡，就是在江蘇泗陽地區，考古人員也發現了跟2號棺椁上相同的字樣，不過上面寫的是王種。當時漢武大帝刘策把東海郡周邊幾個地區單獨規劃成一個小國，命名為泗水國，並將他遠方侄子分封到此地。隨後的幾十年，泗水國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。隨着王莽政变後，泗水國也就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。考古專家在泗水發現了當時第4代皇帝刘宗的陵墓，在他的棺椁木板上同樣雕刻着王种字樣，跟東宮可以說是一模一樣。而在刘宗的陪葬品当中，發現了各色各樣珍奇異寶，當然這也反映了漢朝時期泗水國繁榮昌盛一面。而林慧萍這位不符女屍，她的身份恰好就是泗水國出嫁過來的女子。要知道，在西漢時期，有一位皇室成員被貶為公，而2號棺椁木板上恰好雕刻着東宮，所以說東宮就是泗水國最後那位被貶下的國王，而林慧萍則是王妃。所以說古墓中沒有富麗堂皇的陪葬品，也沒有找到她其他有關身份的證明。為了進一步證明林慧萍的身份，考古專家決定對死去2000多年的林慧萍進行面部恢復。可以說這可不是簡單的事情。要知道，現在的復原技術雖說成熟，但面對文物是不允許用手去觸碰和拿捏，而正常的尸骨是可以用手去接觸和把控。經過專家數以萬次的臨摹和改進，身亡2000多年的死屍終於回到了原來模樣，這可把在場人員镇住了。原來林慧萍是這樣的漂亮大方，跟躺在福爾馬林的死屍有太多差別。虽說林慧萍的恢復了画像，但她的死亡身份仍是謎團，更何況全身上下為什麼遭人捆綁，而下腹為何有幾厘米大的孔洞，這些仍是未解之謎。江蘇連雲港挖出1000年不腐女屍，打開棺椁蓋板時，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，棺內竟然躺着一具皮膚細膩、吹彈可破的不腐女屍體。專家輕輕觸碰，感覺到屍體就像覆蓋了一層黏膜似的，黏黏的、滑滑的，甚至四肢關節都還可以活動。最讓專家激動的是，他的下腹還有一個被炸裂的空洞。正当大家還在為下腹驚嘆的時候，又一個發現震驚了所有專家，他全身上下都有捆綁的痕迹。為什麼下葬要捆綁呢？難道說他的身亡是意外還是人為所致？隨着進一步深入研究，考古專家有了一個大膽的推測，甚至可以說這是讓屍體1000年不腐產生了有利條件。要知道，屍體要做到1000年不腐是需要具備幾個基本条件。首先是屍體要有与外界接觸，再就是保持对应的干濕度，才能让屍體不腐敗。而对林慧萍屍體解剖時，專家意外發現林慧萍的屍體最開始發生過腐爛的，而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林慧萍的屍體突然就停止了腐爛，這才讓她完全保存了2000多年。為了證明林慧萍不腐爛，專家對湖南辛追夫人的恥骨進行分析。在我國湖南出土的辛追夫人，她不腐1000年是因為在她的棺木當中是被浸泡的屍液保護起来，而屍液檢驗發現是酸性，完全不利於細菌的發酵和生長，所以沒有細菌的腐蝕，辛追夫人才有幸保存下來。那麼林慧萍棺材裡的屍液也是酸性的嗎？
江蘇連雲港挖出千年不腐女屍，打開棺椁蓋板時，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。棺內竟然躺着一具皮膚細膩、吹彈可破的不腐女屍體。專家輕輕觸碰，感覺到屍體就像覆蓋了一層黏膜似的，黏黏的、滑滑的，甚至四肢關節都還可以活動。最讓專家激動的是，他的下腹還有一個被炸裂的空洞。正当大家還在为下腹驚嘆的時候，又一個發現震驚了所有專家。他全身上下都有捆綁的痕迹。為什麼下葬要捆綁呢？難道說他的身亡是意外，還是人為所致？但在連雲港這個海濱城市，地下水卻是鹼性，這完全跟辛追夫人不腐有背道而馳。可以說，酸性成分是不利於細菌生長，而鹼性是有助於細菌生長。只能說，在林慧萍下葬當天，帶有鹼性的海水就把棺材給淹沒，而且阻斷與外界空氣接觸，這是一個有利條件。在水下沒有腐敗細菌進入棺材，所以棺椁裡的屍體就沒有機會滋生有害細菌。再就是林慧萍的棺材使用的材質有特殊性，並不像1號、2號棺木選用普通木材，林慧萍所使用的板材是堪比黃金還昂貴的金絲楠木制作而成，並在做工上不是簡單的拼接而成，它是由一棵大樹直接切斷，然後鏤空中心部分，再把林慧萍放進去。所以說，這樣制作出來的棺椁在密封性和安全性做到更完美，才可以阻斷有害細菌入侵。至於林慧萍下腹下那個5厘米大的空洞，專家是這樣分析。由於墓主人在身亡之前就停止進食，體內並沒有殘留的食物，這也有效減少細菌滋生。而僅存的食物在進入腸道後，在闌尾的位置發生爆炸，才導致林慧萍下腹有一個大約5厘米的空洞，而後棺椁內數量有限的氧氣被細菌消耗完，這才使得屍體不腐的真實原因。直到2000年後，被施工隊從地下挖出，才徹底展現在世人眼前。